為前段時間杭州刮台風，刮了整整1個禮拜的台風，下了暴雨，天天下暴雨。所以好不容易等台風過去了，我們今天上山來測試一下這台清風2在3D 中的表現啊。然後呢，我對它進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裝。现在官方和第三方的配件呢還沒有完全推出，所以說我只是在自己能夠 DIY 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改動。那具體哪些改動呢？待會兒我會給大家分享啊。OK， 那麼廢話不少說，我們上山哈。第一階段的小爬坡完成了，後面是大爬坡啊。OK， 第二階段的爬坡這個坡呢坡度不算陡，但是树上有地上很多那種樹根亂石什么的。哎呀，看，哎呀，陷进去了。所以下过雨以后，宁可走中乱石，也不要走中烂泥路。OK， 第二個坡也爬上來了。OK， 第三段呢就是高速林道了。這一段就沒有什麼難度，基本上你只要騎就可以了。擦黑路線無所謂。它這個動力曲線在山上跟山下還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在馬路上跑你可以放開了跑，在山上你游什麼的非常小心。就說上就是人比車猛。以前清風的很多時候遇到那些高手可以是車比人猛，我操，一下子就跳頭跟着游，這有點可怕。對動力還是要有點敬畏，不能給油給得太快。而且我們現在是第一次上山，加上這個杭州這2天剛下過雨。這山上這地還是比較濕滑的，我靠，這刷地力還是夠嗆。它避震感覺還行，比起我原來那個 Boxer， 雖然沒有那麼軟那麼糯，但整體呢還是支撐力還是可以的，就是稍微粗暴了點感覺。它處理那種小的震動啊、律動什麼的。有點偏向於摩托車那種感覺，也正常嘛。這個車它現在就算是越野摩托車了，已經不像以前的清風那樣可以共用那種速降自行車的套件。一插，那遇到這種翻樹根的情況，這個動力就完全不是問題了。以前遇到這種小樹根，動力還是要靠擰大油或者助跑。現在開始到了爬台階的路段了。像這種台階就是很煩人，它不是那種連續長的台階，它就是那種，幾個零零碎碎的台階在一起，那種非常磨人的台階。但是清風2還是可以的。我們還是往邊上走，不想破着爬這個碎碎的台階。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坡要冲一下。又到了另外一个山头了，下面可以看到杭州城跟钱塘江的一角。OK， 我们继续前进。这又是连续的这种碎台阶，真的有够烦了。我个人是很讨厌磕这种台阶的，尤其是像这种断一节一节断成一节一节的台，这小猫咪吓我一跳，所以说我还是喜欢走边上的土路，这种土路骑起来更舒服。这台车其實去做這種3D 越野穿越什麼的挺好的，它續航也足夠，也不會像以前清風一代那樣，你跑個幾十公里就沒電了。這台車如果說你在山裡邊慢悠悠的跑的話，你苟到個80公里肯定是沒問題的。80公里對這些我們浙江省內的山來說，基本上都是可以全線打通的感覺。上次我們去武功山騎車，那時候清風一代。我們還必須要把充電器背在身上，然後在武功山半路的這個客棧，一個山底的一個農家客棧充一個電。哎呦我一靠，前面是啥情況？哎呀，看看啊，能不能哎呀翹頭過去？哎呦操！卡住了，還是下來。這底盤還是，哎呦操！好，所以說現在如果要去武功山的話，這清風2代用100%電量完全可以跑完全程，都有多感覺啊，今非昔比啊。冲一個大坡完了，哇！到這兒滑了，哎呀！哎呀！下次等那個叫啥地面乾了再來試一次。剛才都已經快到頂了，然後地下一個樹根，後輪噗一滑。整個車就倒下來了，然後連人帶車一直又下滑了好多米。OK， 這是清風2的首摔啊！這種坡好就好玩在它都是爛泥，那你就算摔倒了，你也不會痛，你也不會受傷。爽！哇 shit 啊！哇，這地面太滑了！哦 shit！ 哇！
以說它這個動力啊，哎呦，得下來了，後輪又陷住了。有時候太大到底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啊？尤其在这种松软的濕滑的地面上啊，可能要把这个 TC 介入，是不是要开更大一点的？啊，哇 ，shit！ 总之还是比较爽的。哦，可以。OK， 那我们现在骑到山頂了啊！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這台車，主要給大家講講我哪些地方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裝，然後講講這台車整體今天騎下來這麼10來分鐘，不到半小時的感覺。首先是這個頭燈啊，頭燈看似沒有怎麼動，但是其實你發現我把兩邊的這個轉向燈換成了非常迷你的這種形式。這不僅僅是為了好看，主要是因為原先那個轉向燈它是非常長，大概有這麼長。它如果摔車的話，它很容易摔壞掉，所以換一個相對短一點的，那就不容易碰壞。反光鏡的底座什麼都去除掉，因為那個東西當時是這麼支在前面的，如果說越野的話非常危險。原先我們清風用的這個小小的儲物包呢，現在還是可以用，可以把它綁在這個座位的前端，完美適用啊。然後最大的改動呢，我就是把後面那個牌照柵搭那個尾燈，那原先那個非常臃腫的那一塊給去掉了，不然的話根本沒法越野。你上山的話就會各種磕到碰到。然後尾燈跟轉向燈我怎麼解決嘞？現在我就給它換了後面這個小小的一個迷你的，我給大家演示一下啊。現在打開了。OK， 打開了以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這樣的。那麼你說這個轉向燈在哪裡呢？它其實也是有轉向燈的了。OK， 我們看一下哈，看，它是一體化的，這個比較小巧的一個一體化的轉向燈。那麼前面的轉向燈也是比較迷你的。OK， 那麼主要就是改了這些地方了。那麼呢，再講一下我剛才那麼將近半小時騎行的感覺啊，整體這個動力是沒有問題的，但大家記住啊，有一個小竅門，或者說我今天的一個小小的心得，就是在開始越野的時候呢，這個 TC 一定要保持打開，就是這個按鈕。有些人說越野的時候把 TC 關掉，它動力來得更直接，但你要知道，在這種濕滑或者沙土比較多路面的話呢，它這個動力已經完全過剩了。你如果不開 TC 的話，它這個後輪會瘋狂的打滑。所以為了安全起見，也是對我們這種在技術上可能有一定的欠缺的人來說，我建議大家騎車的時候還是把 TC 打開，就開它最小那一檔就可以了，讓它介入的不要太過多啊。因為 TC 它其實就是一個扭力控制系統，當它偵測到後輪打滑之後呢，它可以減少這個後輪的動力輸出。其他的話我感覺都還挺好的，動力是不必說了，哪怕你在用一種非常小開合的油門跟非常慢的速度呢，也能在一些大坡上慢慢的苟上來，而不像以前我們衝一些大坡就一定要助跑，用慣性給它衝上來啊。我指的是老的清風1代啊，現在這個2代的動力就已經是完全怎麼說的，甚至可以說是過剩了，在越野上講的話。那你說這個車還有什麼地方改動呢？第一個，我覺得這個後輪呢，以後我等這條胎磨得差不多，或者說磨合期過了以後呢，我肯定要把它改成一個相對寬一點的、抓地力更好的後胎，這個是它最大的一個短板了。然後呢，它這個護板，這塊護板是一個塑料製品，它雖然說在塑料製品裡邊有那個鋼筋這個一個護桿，但是呢，就還是有一點不牢靠。今後它肯定有人會出第三方的這個金屬護板的啊，可以改一下。至於你說剎車啊、避震什麼的，目前用起來感覺還是挺好的。不比那些以前我清風上使用的那個 Boxer 啊或者 Fox 啊，他們那些專業的速降避震差。當然，它這個避震已經是偏向摩托車避震了。其他的燈光我山上沒有夜騎過，但是在街道上夜騎的燈光的亮度就完全夠了，甚至感覺比我的大的摩托車的這個亮度都要大。其他真的覺得沒有什麼特別要改動的。挺好的一個車，然後也沒有想象中這麼難做，這麼難操控啊，感覺這個門檻也不是特別高。其實我覺得這個車清風它還是
保持了一個相對於對新手或者說入門的越野愛好者比較友好的一個設定，而不是像疾風啊，或者說像一些專業的這種 full size 的這種 off-road bike 那種，它有一定的門檻。這個車的容錯率還是很好的。大家唯一要當心的就是它這個動力現在升級了以後，就一定要習慣它這個動力輸出的曲線，不然的話在山上很容易打滑，甚至就是飛包飛過頭啊，或者說衝坡衝過頭啊，這樣的這種情況。OK， 那麼今天呢，因為我是第一次上山，然後這個路面呢，因為前2天杭州一直刮台風下雨，還是有點濕滑，所以呢我也不敢放開來騎。等下次我们找一個更好的這種山，路況更好的地方，這個林道更開闊一點，同時這個路面呢也完全乾透以後，我們再來深入的評測一下它的這個越野表現嘍。OK， 我們現在進入這條小路啊，這條小路也是非常有樂趣的一條小林道。哎呦，這有個大陡坡要當心。所以說，為什麼我一直對疾風啊、暴風啊，甚至像 KTM 這樣的大型的 full size 的這種 off-road bike 不是很感冒呢？就是因為在杭州啊，包括整個中國，有很多這種，你看，這種非常窄小的，然後，哎呦，非常彎來彎去的蜿蜒的這種小道。這種小道你用 full size bike 騎的話呢，就會非常吃力啊。但是用像清風啊，或者說山地車 MTB 這種呢，哦呦，就會比較舒服啊。像這種大車的話呢，需要在場地啊那種 trucks 上面玩會比較開心啊。所以說，每個人對車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所以說，按照我現在的目前的需求來說呢，我還是喜歡比較小一點的。我靠，上面這個樹枝 ，OK， 好，比較小一點的這種 size 的 bike 會更加適合我嘍。哦，這一段可以騎得非常快。但是今天還是個問題，雖然說今天已經雨停了，但是它是因為是昨天雨才停的，所以整個道路呢還是非常的濕滑啊，然後很多的這種土都被水給沖出來，就導致上面這種裸露出來的那種小石塊啊、沙石特別多，騎的話呢還是要稍微當心的，不然的話就很容易被滑倒。無所謂了，過段時間等這個，哎呀，哦，靠，哦呦，這段時間等這條路乾一點再來試一次，或者我們可以去其他的山哦。杭州市區的範圍內的山還是挺多的，到了郊區它就更多了。哇，這個，哇。又打滑了，所以說今天這種濕滑的路面還是不要騎太快，盡量往裡邊騎了。好，现在下山了，我又想到幾個點補充一下啊。這個腳踏，原廠的腳踏，其實還蠻好用的，因為現在暫時還找不到它可以適用的第三方改件，所以說我一直還在用這個原廠的腳踏。但感覺這個腳踏還挺抓腳的，比想象中好。然後呢，以前我們清風一代呢，在兩個腳踏的支撐架中間要裝一根自己的加強桿，它現在官方你看，它已經給你配到了啊，它也可能想考慮到這個地方。它在官方自帶一根加強桿，然後鏈條呢，我覺得已經沒必要改，除非你要加長，因為它這個鏈條已經是摩托車規格的鏈條。
以前我們還會把牙盤加大，但現在它這個扭力這麼大呢，其實牙盤加不加大都可以了。現在它這個瞬間扭力爆發就已經非常可怕了。哦，對了，這個尾燈下面有2個螺絲孔，這裡呢以後可以裝一個牌照架，一個適合它，同時又不影響運行的牌照架。這個呢也在等它以後的新的產品出來以後，我們再裝哦。今天就大致這些內容了。